乐乡饭店是他的同乡胡雄生创办的，当时因资本不足，由傅小安欲成其事，所以他未做市长之前，每天都在那里吃中饭，陪同他进餐的都是商界知名之士，多年来习以为常。乐乡饭店是供应法式菜的西餐馆，那是普通西餐，每客仅售6角半、8角半，沙利文售1元2角半，而乐乡饭店竟高达1元6角，所以去进餐的人并不多。傅小安在乐乡饭店中有一个固定的座位，他坐的是一只特制的藤椅。他做了市长之后，仍然准时莅临，不过四周布下了几个警卫，门外也有人防守。他对上海各方面的人认识很多，每天开了名单，邀约各界名流到那边去进餐。有几天时间专门邀约世居南市的乡绅，这时节他们都避居租界，不肯回到南市老宅。经他力劝之后，这批乡绅心头也活动起来，但是仍然有几个人说不愿意看见南市几个闸口的日本防军，因为要脱帽鞠躬，极不甘心。傅小安当下答应，想法子教日本防军撤离。傅小安每天下午都和日本人周旋，晚间总是到虹口吴淞路63亭艺伎馆去请客，到的是日方的军政要人，他们对傅小安的建议往往言听计从，又因为日军在后方人数不多，傅小安既肯负起防守责任，也就采纳了他的要求，把南市防军撤去。不久，南市的乡绅们陆续迁回南市老宅，一般居民见到乡绅们都已回家，大家纷纷跟着搬回去，静寂的南市又重新繁荣起来。苏锡文当市长时，在浦东区曾经发出过一种良民证，表示拿到这张证的都是纯良分子。日本人要求傅小安也照办，傅小安只得顺从，所以南市居民也变成了顺民，有许多人是不以为然的。傅小安对于饮食之道颇有研究，中午喜吃西菜，晚间喜欢吃本地菜和他家乡的宁波菜。他在私宅中也常请客，其中有一个厨子叫阿朱，是山东人。后来傅小安的一条老命就是送在这个阿朱手上。市府开支养给日方上海公共租界的行政收入，最重要的税收就是巡捕捐，数目相当大，任何居民年租可欠，而巡捕捐是欠不得的。房地产项下的税收叫做到契税，更办得精密。其他各项税收都有条例，所以公共租界的经营年年都有盈余。从前国民政府时代的上海特别市政府，税收年年都在整顿之中。房地产的税叫做宅地税，因为产权不确定，所以税收也不稳定。好多老乡绅10年8年都是欠的，土地局成立了好多年，一般业主都不肯换取新地契，所以市府的收入为数极微。南市、闸北、浦东都属华界，向来没有巡捕捐的制度，所以警察的饷银都无着落。不过市民要缴付一种清洁费，因为从前上海的房屋都没有抽水马桶，家家都用木质的马桶，一清早由市政府雇的清洁工人来处理，市民对这笔清洁费是非缴不可，所以市府只有这一项收入，倒是相当可靠的。当年上海还有一位姓马的粪大王，即是以倒马桶起家的。其他税收除了货物税的收缴略有成就之外，所得税还是推行不开，市政府也只好眼开眼闭，采取认捐制，由商家包任了事。所以上海市政府的开支向来是要靠中央津贴的。8·13事变发生，华界的人民有能力的都逃入租界，
华界的商业全部陷于停顿状态，所以傅小安当上了伪市长，只有庞大的开支，而没有可靠的收入。初时傅小安到市府旧屋去看过之后，一切装修布置以及办公桌椅都由他自掏腰包，连办公室中的地毡都是自己搬进去的。各局成立之后，人员众多，开支浩繁，虽然其中若干局略有收入，但是警察开支全无着落，即使各局设法向人民榨取，也是入私囊的多，归公家的少。所以傅小安当了几个月的伪市长，贴的钱真是不少。日本人也知道这件事没有适当的解决办法，这个市政府是支撑不下去的。在813之前，中国银行曾在日本东京开设了一家分行，行长是经济专家戴矮庐，因为戴精通日语，对日本人向多往还。事变一起，南京失陷之后，戴投靠日方，日本人请他回到上海办理一个经济机构，他长袖善舞，接收了日方掳掠来的许多财富，然后运到了日军占领区的政治部门去。傅小安对市政府的经费没有解决办法，也要仰仗戴矮庐来维持。沪西歹徒潘达上任这时节，上海四郊日军占领区情形各有不同，闸北得一个穷字，浦东得个苦字，南是可以说得个安字，沪西的情况却不能拿一个字来概括。因为这时的沪西已经有大大小小的赌窟开设，来来往往的都是赌客，而支撑这个局面的都是黑社会人物。不过租界上大部分洁身自爱的居民轻易不敢走入这个地区。沪西本属华界，有几条极长而又宽阔的柏油路，这些路是租界当局斥资越界建筑的，所以上海人称这个地区为越界筑路地区。这是由来已久，每逢中国政局不安静时，租界当局便乘机筑路，所以路线越来越长，幅度越来越广。在未筑路之先，原本都是耕地，一经筑路后，两旁的地价便直线上升，所以拥有耕地的人也唯恐租界不来筑路，筑路之后立刻便成为富翁，同时筑起华丽的大住宅来，路旁都栽有树木，显得格外幽静高雅，很多有钱人都在那里置业。